贵妃和帝王不长嘴，彼此深爱却不肯承认。于是贵妃假装自尽，让我把遗书交给帝王。帝王果然红了眼，怒吼着不可能，一剑刺穿我身躯。死后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们是虐文男女主，而我只是个给这段旷世虐恋增加情趣波澜的炮灰。在睁眼，帝王正要来看我手中的遗书，我假意踩滑，扔了信，梨花带雨地扑倒在他怀中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被一剑刺穿胸口后，我没有立刻死去。萧决撕了信，满眼通红，谁允许那个女人死的？我不准，我不准。直到这时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桑云让我交给萧决的是他的遗书。我还想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，踉踉跄跄从地上爬过去，抱着萧决的腿。他没死，但萧决已经被怒火烧尽了理智，像要甩开肮脏的虫子般，一脚将我猛踹下山崖。我不想死，我拼命攀着崖壁，可仍止不住身体继续下坠。树枝、砾石不断撞击在我的身上，鲜血迸溅，撕裂的疼痛遍布全身。终于，我四肢再没了力气，重重跌落在崖底。望着头顶的天空，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不知怎么的，忽然感知到了这个世界是一本虐文小说，桑云和萧决就是男女主，而我这条炮灰命不过是用来给他们的旷世虐恋增加情趣波澜的。我不服，我不服啊！或许老天听到了我的心声，在睁眼时，我竟然回到了在山崖上拦住萧决的那一刻。和方才一样，他从马上下来，不耐烦道：“那个女人又要搞什么鬼？”话是这样说，可他看向我手中的信时，眼神里显然充满了期待，大抵是觉得这是桑云要给他的情书一类的。而我心中一片冰冷。人人都说贵妃娘娘聪慧过人，所以她真的会想不到吗？她让我去交给萧决的遗书，会置我于死地。我这个丫鬟对桑云可以说是忠心耿耿，掏心掏肺。多年前萧决领兵血洗桑府时，是我阿娘为他挡下致命一刀，让我护着他逃了出来。这10几年来，我起过讨，当过杂役，去花楼陪过笑，自己天天嚼野菜咽白水，只为了供着桑云仍能够像个小姐一样读书识字吃精粮。可等到我们终于接近了萧决，桑云带着毒酒入了他的房。我满心期待着他手刃仇人为府中上下52条人命报仇雪恨时，第二天早上，他颤着双腿出来，告诉我他做不到，他爱上萧决了。一瞬间的痛苦愤怒让我近乎窒息。杀父杀母灭全府之仇，他说不恨就不恨了。可桑云是小姐，我是丫鬟，从一出生就是了，我根本无法忤逆他的命令。从此后，我将仇恨压抑在了心中。小说里，因为我的死，桑云的确和萧决大闹了一场。可在萧决把他堵在墙角一场鱼水之欢后，他就重新别扭地和他甜蜜恩爱了。我这条为桑云任劳任怨的贱命，和他伟大的爱情比起来算个屁。心儿，萧决冷酷的声音把我的意识唤回来。他咳嗽一声，伸出手，意思是让我赶紧把手中的信件交给他。上一世，我压根不知道这是桑云写的遗书，急急忙忙地把信件交过去了。萧决拆开后，难以置信地看了半天，双手颤抖起来。我正想问个究竟，就见他一边吼着不可能，一边拔出佩剑发泄般将我捅了个对穿。想到这里，我后背爬上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，下意识想要后退，却忽然意识到身后正是山崖，我只能赌了。我知道身后就是山崖，却刻意踉跄了一下身形，半个身躯向后倒去。啊，当心！萧决赶紧伸手扶住我。为了保持平衡，我双手拉住他，因此这封信件也从我故意松开的手中，按照我计划好的角度飞了出去，沿着风吹落山崖。萧决皱起眉，我赶紧松开手，跪下，不住磕头：“陛下饶命，陛下饶命！”哎，你罢了，起来吧。萧决摆了摆手，无奈道：“朕猜那封信大概也是些气我的话，不看也罢。”不得不说，在不恋爱脑的时候，萧决作为一个帝王，脾气还挺好的。既然没看见桑云的死讯，那我今日这条小命也算是保住了。但对我而言，只是这样是不够的。
老天给了我第二条性命，我的目的自然不仅仅是在今日保命而已。只要我还是听命于桑云的丫鬟，我要么迟早被他的恋爱脑给作死，要么成为这俩疯子虐恋的玩具，被萧诀拿来仗打鞭笞，威胁桑云听话，就是不死也会受尽无数皮肉伤。谢陛下。我装作身躯颤抖着站起，一个不稳，却又跌进了萧诀怀中。萧诀本能地想推开我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我抬头迎上了他的眼神，目光相接，一触即分。我自知容貌虽比不上桑云这个女主的天仙之颜，但也算有几分姿色，否则当年也不会在花楼光是卖笑就赚足钱财。而萧诀生性浪荡，自幼遍览花丛，是认识桑云之后才一点点收了性子。小说里，两人还要再经历几次生死诀别，萧诀才彻底洁身自好，并且那时为了自证深情，萧诀活埋了后宫所有妃嫔，所以起码现在萧诀还是会轻易被女色吸引的。行了，萧诀不自在地扶好我后上了马，今日这打猎也差不多够了，这就回去看看你主子今日又闹腾些什么。我赶紧亦步亦趋跟在他的马匹后小跑起来。萧诀侧头看了我一眼，你这丫头是打算跟着我们的马跑回去？奴婢本就是跑过来的，自然也是跑回去。萧诀笑了一声，一把将我拉上了马。山野里头危险，要是弄丢了你这个丫鬟，你家主子可是又要对我发脾气的。谢陛下，我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姿态，小心地搂住了萧诀的腰。陛下，可以慢些吗？胆子这么小可不成？回头我让你主子也教你骑骑马。萧诀朗声笑道。说话间，有风将我的发丝吹拂过萧诀的脸颊，他的目光从我搂住他腰的手上掠过，却没有避开，一路快马加鞭回了营帐。许是听到了马蹄声，桑云笑盈盈地推开帐帘出来，哼，姓萧的，你现在知道急了。只可惜在看到我从萧诀马上下来时，桑云脸上的笑意顿时冷了下来，看我的眼神多了丝微妙的打量。急什么？萧诀一头雾水地问道。希儿，你没将我的信给他看？桑云不动声色地插进我和萧诀之间，冷下脸质问我。我低下头，忍住了眼中的恨意和痛苦。这封遗书是桑云和萧诀的玩闹，是他对他爱意的测量，却是夺去我性命的利刃。娘娘，当时在山崖上，奴婢没站稳，所以就……桑云脸色顿时无趣又难看，扭头便要走。萧诀上前拉住他，行了，到底给朕写了什么信？还特意让希儿跑来山上交给我，山间野兽这么多，她一个丫头徒步走着多危险。我泪光盈盈地向萧诀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。桑云明显是看见了，脸色越发难看起来，目光在我和萧诀之间转来转去，忽然斥道：心疼了？萧诀变了脸色，你胡说些什么呢？娘娘，您别生气，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没拿好您的信件，罪该万死。我把话题带回了信件，又暗示那信似乎很重要的样子。于是萧诀又一次问道：到底写了什么？桑云此时正在跟他置气，哪里肯承认自己是写了遗书，想看看他反应。只是他越这样支支吾吾不说，萧诀越是烦躁起来。桑云，你已经是朕的人了，为何还总是这样不坦诚？桑云哼道：就当是我骂你的话吧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惹朕不高兴？行，我惹你不高兴。希儿今天让你高兴了是吧？你们就继续高兴去啊。眼看萧诀正要出声反驳，我赶紧跪了下来。娘娘，我错了，不要赶走奴婢，奴婢只会跟着你，无处可去了。在桑云面前，我从来都是当他遮风挡雨的保护伞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说出如此茶的话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脸色越发阴沉。邪心，你难道也想做那等攀龙附凤被主之人了？虽然你是丫鬟，可我从来都把你当亲姐妹。你今日所作所为，实在是寒我的心。谁料萧诀的贴身太监张公公阴阳怪气道：贵妃娘娘这话也是的，刚刚才把希儿推进陛下的怀里，现在又说她攀龙附凤，那贵妃娘娘究竟是何心思呢？桑云被他的话气红了脸。他和萧诀不知道，他二人仿若活在自己的世界中，3-2天就这样闹一次分分合合，早就惹得一众下人不快了。
是以这时张公公才忍不住嘲讽了他一句。但此刻桑云显然气上头了，怒道：好啊，萧爵，你身边的太监都能这样说我，你根本不在意我是吧？那你就去那些为妃好了。那边呢？朕是一国之君，要奈谁莫不是还需要你的允许？萧爵话赶话一说出来，两个人都愣住了。桑云顿时红了眼眶，咬着嘴唇，最后斜睨了我一眼，推开萧爵跑远了。我看清了，那一瞬间，桑云那竟然是一种想杀了我的眼神，多神奇啊！他连萧爵这个灭他满门的男人都舍不得杀，如今只因为萧爵为我说了2句话，他就想杀了我。这就是我无怨无悔，从小效忠到大的小姐。萧爵无奈地看着他跑远的背影，正要迈出脚步，我赶紧道：陛下，您快去哄哄娘娘吧，方才的都是玩笑话，奴婢实在不想看到您和娘娘生分。萧爵脚步停了下来，哄他？朕是一国之君，朕做什么要去哄他？他冷笑了一声，拍手将张公公唤到跟前，传令下去，封协新为答应，赐居永安宫。我装作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张公公笑着冲我使了个眼神，我赶紧跪下道：谢陛下。低下头，我勾出一个冷笑。好戏才刚刚开始，虽然已经被封了答应，可毕竟只是萧爵当日和桑云的赌气之举，他并未真的有多看上了我。7日过去，我也未曾受过他的侍寝传召，但这些时日我也没有平白耗着。我先是把从前教好的一个花房宫女小翠提拔到宫中，当作心腹培养起来，然后便将封答应后赐下的大半钱财全拿去孝敬给了张公公。小翠替我小声汇报情况的时候，桑云就这样闯了进来。她是贵妃，我一介答应，宫中的几个丫鬟压根不敢拦着，任由她进来了。希儿，你知道你那日的所作所为有多寒我的心吗？桑云看着我，竟然哽咽出了声。娘娘，我行完礼，笑道：您说您当我是姐妹，可我从来都是当您是比天还大的主子，你又可知？你让我去给萧爵送遗书，却未事先告知我，有多寒我的心。你看过了？桑云有些惊讶。我自嘲的笑笑，是啊，若我没看过，我怕如今已经死无全尸了。还是说，这就是您的目的呢？你胡说什么？桑云显然被我这句话吓到了，结结巴巴道：桑云，我们自幼一起长大，我是真的没想到你会为一个男人。你闭嘴！桑云涨红了脸，扬手给了我一巴掌。他那一下响亮无比，力道很是惊人，我被打得头晕目眩，险些摔倒在地。协心，你别怪我，这一巴掌是给你被主的教训，从今以后，你我2人恩断义绝。放完话，他或许也有些慌了，扭头就走。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拒绝了小翠的搀扶，自己站了起来。因为比起这一巴掌，更痛的是我的心。桑云，他想让我死，这是我后来逐渐琢磨出来的。他知道我一直没有放下桑府的仇恨，可他却想彻底忘掉桑府的仇，和萧爵好好在一起。他或许不是个有心的坏人，但哪怕一瞬间，他也有人性的阴暗面，盼着再没有人能提醒他想起那段往事。这一瞬的阴暗使他有意无意失了理智，没去想过萧爵看到遗书后我会有怎样的后果。背主，既然背了主，那自然就要背叛到底。那些打发给张公公的赏银很快便有了回报，他传了一个消息，萧爵今日会路过御花园。于是我一早便摆了琴，在御花园中弹奏着。萧爵喜欢听琴，而我旁的才艺不会，唯有这琴，当年在花楼打工时跟着学了1、2。你这丫头骑马不会，琴却弹得不错。萧爵颔首微笑着，在我身边站定。外头风大，陛下若不嫌弃，去永安宫中，希儿再为你弹奏一曲可好？萧爵饶有兴致的目光在我脸上转了一圈，点了点头。我将琴给小翠抱住，害羞地牵上了萧爵的手。可这时有公公急急来报，不好了，陛下，贵妃娘娘闹着要出宫呢。萧爵脸色一变，立刻甩开我的手，冲那公公吼道：这个女人一天到晚不让朕省心。公公问道：那陛下还不赶紧引路，让朕去看看她又在闹些什么。说罢，萧爵踏步便走，
我上前叫住了他，陛下，何事？萧觉头也没回，显然很不耐烦。你一定要和贵妃娘娘好好的，她是因我和您生了嫌隙。可无论如何，她依然是我心中最亲最近的人，我不想看到她难过。萧觉眼中一闪而逝过一丝愧疚，你是个贴心的，等云儿她好了，过几日朕再来看你。贴心？如果萧觉知道，我现在脑海中最深的念头是杀了他和桑云，不知他还会不会做出此番评价。再见到桑云，是在第2日给皇后请安的时候。桑云面色红润至极，有皇后在上头看着，她也并未对我如何，只是轻蔑地看着我，笑了一声。那意思似乎在说，我再努力都无用，萧觉的心只会在他一个人那里。我觉得好笑，谁稀罕这男人的心在何处？萧觉他对皇后娘娘没有真心请爱，妨碍他做6宫之主，处处压着桑云一头了吗？待请完安，众妃依次退下时，我却先走到桑云旁边，小声道：“你得意不了太久的。”桑云的笑容淡了下来，嗤道：“邪心，你只不过是我的丫鬟，不会真的妄想能和我伺候一个男人吧？”我故意放大了声音，惊讶道：“贵妃娘娘，虽然我过去是你的丫鬟，可如今已经被陛下纳入后宫，你竟然还会有这种想法吗？那是自然，长幼有序，嫡庶有别，主子一辈子是主子，丫鬟一辈子是丫鬟。”桑云满心满眼都是如何羞辱我，却没注意到主位上头的皇后娘娘微微皱了皱眉，因为她就并非是家中嫡出。当年萧觉借他母家势力夺权，许给他家的皇后之位，本该是他嫡姐的，只是那时他嫡姐突然染病去世，家中再没有年龄相仿的嫡女，这皇后之位才落到了他头上。当晚，小翠就跑来告诉我一个消息，贵妃娘娘在御花园中冲撞了皇后娘娘，被罚3月俸禄，禁足1整月。说这个消息时，小翠还满头雾水。皇后娘娘性子一向温柔，和贵妃平日里也没什么来往，贵妃这次是做了什么，竟然惹恼了她？在说出温柔之前，小翠难得尴尬地顿了一下。我知道，她其实是想说软弱。这就是后宫多数人眼中对皇后的印象。除了处理必要的后宫事务外，她很少插手后宫纠纷。在桑云之前，还有过一些对她态度更为跋扈的妃嫔，但皇后都只是忍耐，从未表露过什么。于是后宫众人便议论着，觉得她是庶女出身，卑微惯了。可这些人却从未细想，能以一介庶女身份坐上皇后位置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是表面上那般软弱可欺？皇后这一次是在向我示好。从前那些妃嫔纵然跋扈，却未得萧觉真心，而桑云是极有可能威胁她皇后位置，甚至威胁到将来太子所属的女人，她怎么可能不将桑云视作眼中钉？只是桑云入宫以来独得专宠，他怕是也没想好究竟要怎么处理她。如今却有了我这个和桑云显然过不去的刺头出现了。这个软弱可欺的皇后都开始出头了，我自然是要领情的。第2日，我便亲自备了些礼物，带去给皇后请安。皇后喝了口茶，微微一笑，却并不看我，目光似是飘向远处，叹气道：“本宫倒不是要和贵妃过不去，只是她自入宫以来便擅防专宠，后宫其他妃子时常来向我抱怨，我想着陛下也要以绵延子嗣为任。昨日在后花园瞧见她时，便忍不住便提点了几句。谁知她闹这么大情绪，我当时也恼了，我随着皇后的目光瞟向窗外的2道影子，随即会意地和皇后对视一眼，诚恳道：“妾身知道您是为了后宫安宁着想，我也知道她这脾气，但毕竟我与她情谊深厚，今日也是想带些薄礼来求您，不要再生贵妃娘娘的气了。”叶答应，你倒是个懂事的，昨日贵妃在我宫中那般对你大呼小叫，要不是我拦着，这巴掌都要往你脸上招呼了，你都不恼的吗？我与贵妃一同长大，有主仆之意，前些日子确实是她对我有些误会，可无论她再怎么生我的气，我也无法怪她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哐当一声推开，桑云冲了进来，咬牙切齿地盯着我：“邪心，你装什么呢？昨日是谁先惹事的？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”说着，他也恨恨地瞪了皇后一眼。我看向他身后另一道英武的身影，
故作惊讶的赶紧请安道：“陛下，贵妃娘娘。”娘娘，您同我真的是有误会。误会？可笑！昨日是你先故意惹怒我，随后皇后在御花园又莫名对我一通指责。我懂了，你们二人莫不是已经勾结起来了，诚心要害我？说着，他一巴掌就要朝我打来。其实他说的也差不多对了7、8分。不过这一次，萧觉抓住了他的手。桑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萧觉眼神扫过桌上的一干礼物，怕是已经信了我是带着礼来向皇后求情的。皇后，你说的是，后宫这些事是朕疏忽了。萧觉无奈地叹口气，再看向桑云，云儿，你就照皇后的吩咐，先行回宫吧。桑云显然没想到他会是这个态度，一时间眼泪流了满脸。好，我乖乖回去禁足。萧觉，你再也别来找我，最好是不如将我打入冷宫，反正你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你。说着，他就抹着眼泪的跑开了。萧觉脸色也是很难看，虽说桑云从前也时常对他发脾气，但总归是关着门的情人间玩闹，最多让些知根知底的贴身仆从瞧见。但今日皇后在这里，刚才那番话还说得如此义正言辞，若他还去哄劝桑云，怕不是会被当作昏君。皇后一脸担忧地走过来，萧觉摆摆手说不用去管桑云。帝后二人开始客气地聊上家常，我便自觉地退开了。离开前，皇后向我投来一个肯定赞许的眼神。这天夜里，萧觉就传我失了寝。窗外雨声淅沥，萧觉掀了我的盖被，呼吸正粗重起来，忽然有宫女来报：陛下。什么事？萧觉不耐烦地问道。贵妃娘娘犯了梦魇，您知道的，她一向害怕打雷下雨。萧觉脸色一滞，急急地下床穿衣。就在这时，我皱着眉嘶了一声。已经穿好裤子的萧觉循声看向我，或是第二次将我甩开的愧疚，他难得关心道：怎么了？无妨，一些身子上的老毛病了，雨天腰背处总是有些酸。我苦涩地笑笑，状若不经意地说起往事。你也知道，我同贵妃有流浪在外的经历，有一年她看中了个手镯，我们身上实在掏不出余钱，我便去多接了个给人洗衣裳的活。那段时间也是阴雨连绵的，大约就是这样落下了毛病。哎，贵妃收下手镯后，那欢喜的表情恍若还在昨天。没想到如今，她却与我有了如此大的隔阂。萧觉眼中流露出一丝心疼，或许这丝心疼不是对我，只是对桑云而已。但无论如何，也让他穿衣服的手停了下来。他思考了一会儿，重新坐到了床上，叹气道：是，云儿她是太不懂事了，莫说是你，连皇后这么脾气好的人都，也该让她常常教训成熟一些。你确实辛苦了，萧觉认可道。那劳烦陛下今夜帮妾身揉一揉腰背可好？我微微一笑，主动解开衣扣，将大片肌肤露出。萧觉眼神晦暗起来，翻身上床，同我距离越来越近，直至毫无间隔。这一夜，我用尽了当初在花楼中看到学到的那些技巧，萧觉显然对我很是满意。连续3日停歇在我宫中后，他这才腻了些，离开前进了我贵人的位分。宫中上下一片喜庆，连皇后都送来了贺礼，这可比我当时给她的礼要厚重上几10倍。想起那日的情景，我还是忍不住对她心生佩服。一开始，我确实是为着她帮我罚了桑云去送礼答谢的，但她那一个眼神便让我警觉起来了，发现了萧觉和桑云就在外头。想必是桑云被下令禁足后闹了脾气，让萧觉带她来向皇后讨要说法，然后便有了我和皇后一唱一和的那出戏。饶是萧觉对桑云在偏心，亲耳听了对话，亲眼瞧见了礼物，更何况他知道这个皇后一向贤惠温柔，更觉可信。这位皇后娘娘平日不出手，一出手便直刺他眼中钉的要害。小翠拿着那些贺礼，高兴道：主子，太好了，看来从今以后我们有皇后娘娘的庇护了。我淡淡的笑了笑。小翠不知道内情，只以为我攀上了皇后，和她现在是一头的。而我知道，这只是暂时的结盟，因为皇后只想解决掉桑云，而我要做的是连萧觉也一同解决掉。1个月后，
桑云的禁足终于解了。那日萧觉丝毫没给他面子，禁足这段时间也从未去看过他。桑云出来后，性情似乎也发生了点变化。得知我进了贵人，他不再像从前那般大吵大闹，而是淡淡说了声恭喜。但他越这样，我越是警惕起来。如果说从前桑云的性情手段都在我掌握之中，如今的他，我却是有点摸不清了。然而，在我还在思考该如何应对现在的桑云时，却发生了一件更为惊人的事。恭喜小主喜得聋子。因着近日总是有些头晕犯困，我本想请太医来为我开些补身子的药方，没想到诊出的却是喜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主子，我们这下真的有好日子过了。小翠高兴地手舞足蹈。好日子？是啊，有孕的消息传开后，萧觉喜出望外，这下又进了我脾胃。可我却反而越来越觉得古怪忧心。原因在于那位太医怎么看都觉得既面生又面熟。夜里，我从梦中惊醒，冒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叫张行之，他是桑云的青梅竹马，在桑府面门前还曾与他有过婚约。饶是桑云对他只有兄妹情分，他也一直爱慕联系他，所以他是桑云的人。主子，我去打听过了，那位张太医的确是新来的，现下日头便晒了，各宫的小主都有些这样那样的毛病，太医院有些忙不过来，因着您只是贵人，所以他们才安排了位新太医过来。小翠说着她打听来的情况，我沉默地点了点头。怎么了，主子？您是不放心他的医术？要不要我们再换其他太医来看看？不可，我烦恼地叹了口气。若换来其他太医，诊出我没有身孕后，我会彻底变成一场笑话。而萧觉只会疑心是我假孕争宠，从今以后更为厌弃我。那位张太医，如今恐怕已经被他安排得远走高飞了。桑云果真是好手段，这1个月的禁足确实让他成长不少，或者说他在对付我的方面一向头脑灵光。就像上一世让我把他的遗书交给萧觉，轻易就借萧觉的怒火要了我的命。我按了按胀痛的眉心。其实这件事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化解，比如找来其他男人，暗地里将我这假孕变真孕。这天夜里，永安宫上下一片寂静，大多下人都被安排去了别处做活。我关上了窗，贴身宫女鬼鬼祟祟地带着一个身着黑衣男子进来，小声提醒道：“娘娘，务必小心行事。”我点点头，抚上了那男子的手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猛然被人撞开。陛下皇后请看。叶嫔她好大的胆子，身为后宫嫔妃，竟敢与外男私通。桑云冷笑着走了进来，她身后是面色阴沉的萧觉和神情复杂的皇后，而那个男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：“陛下饶命，贵妃娘娘饶命啊！”从他喉间发出的女声让帝后二人都吃了一惊。皇后先行走了过来，将那男子来了又看，眉头一松：“你是叶嫔的大宫女小翠，为何做这副打扮？”我赶紧跟着跪下：“皇后娘娘恕罪，自从妾身有了身孕之后，就一直缠着些民间小食，可御膳房那边做不了这些，我这才托小翠出宫替我采买。”小翠赶紧抖了抖衣袍，过于宽大的衣袍下遮着的竟是一个食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冰糖丸子、醋鸡碎、金丝梅等一堆小食。陛下娘娘，主子是觉着我一个女儿家在外头行走，恐会招惹些地痞无赖，所以才让我找了男子衣裳换上。萧觉已经忍不住乐笑出声了。皇后适时附和道：“陛下，我也是有过身孕的人，那阵子也确实会馋些平日里怎么都吃不到的东西。小翠私自出宫，按理该罚，但于情上罢了。”萧觉摆摆手，又道：“改明让御膳房这些人也学着做点民间小食，那些老菜式朕也是吃得腻了些。”说罢，斥责地瞪了桑云一眼。桑云垂下了不甘心的眼眸，委屈道：“陛下，这件事是闹了个乌龙，是臣妾的不对。可臣妾之所以有这个疑心，是因为听到了一桩大事。叶嫔根本没有龙嗣，她只是勾结了太医一道撒谎，旨在争宠。”皇后厉声打断她：“贵妃，此话不能乱说。
桑云勾唇一笑，是真是假，我们再换几个太医验证一下，不就是了？既如此，那……陛下，您怎可如此听信听贵妃一面之词？今日是叶嫔，明日其余嫔妃也有了身孕，贵妃都说是假的，难道每次都传唤太医来查证吗？莫说太医院夏日里本就忙不过来，如此作为，多寒后宫妃嫔的心啊！我泪光盈盈地抬头看着萧觉。其实经过方才捉奸的乌龙，萧觉也觉桑云是在嘴硬，只是他到底如今仍然在心中偏袒他，所以才依着他说换太医来。但皇后这番大义凛然的言论一出，加上我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他又犹豫起来了。桑云深吸一口气，突然沉下声音说：臣妾父母早亡，拿族人发誓，自然无人信。若今日臣妾所言为虚，叶嫔她真的有孕，臣妾对天发誓，愿自请入冷宫，终身不出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惊住了，就连皇后也怀疑地看向了我的肚皮。云儿，你何必？臣妾既敢发这个誓，就问心无愧。今日无关私怨，只是想替陛下看清这个贱人的嘴脸。萧觉摇摇头，来人，将太医院此时所有得空的太医都传来，尤其是上次给叶嫔诊出喜脉的那位张太医。听闻此话，我捏紧了拳，忐忑地后退了半步。桑云瞧见我这样，捂嘴笑道：陛下，若我猜的没错，那张太医恐怕如今已经远走高飞了。所以等张太医再度出现在我们面前行礼时，他整个人面色巨变。前来的太医共8人，一一诊脉完毕后，得出的都是我确为有孕。桑云怔怔地站在原地，死死盯着我的小腹，神情复杂难明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好半晌，他叫道：张行之。云儿，你别闹了。萧觉实在不耐烦了，今日一下朝就被桑云闹着到现在，结果一桩又一桩全是无中生有的乌龙，让他颜面尽失。我忽然捂住了小腹，做出一副疼痛的样子。怎么了叶嫔？萧觉关心道。张太医站出来道：叶嫔有孕尚未足3月，现在还是需好好安胎的时期，许是今日被惊扰了。萧觉狠狠地瞪了桑云一眼。皇后上前一步：陛下，臣妾斗胆问句，刚才贵妃当着众人面起誓，若叶嫔孕象为真，她自请入冷宫，此话可还算数？不，我不。桑云慌乱地后退了2步，摇头不止。萧觉闭了闭眼，良久，甩下一句既发了誓，就如此吧，便一甩袖子离开了。萧觉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桑云正欲追上去，被皇后的嬷嬷拦住。皇后笑道：贵妃，请吧。一众人行礼告退前，张太医用只有我2人听得到的声音叹道：邪心，你娘的我算是还了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。在得知自己已经掉入桑云设下的假孕陷阱中时，我本想出的办法是假滑胎再嫁祸于他，直到张太医私下求见，他告诉我我是真的有了身孕。我大吃一惊，原来当时桑云找到张太医帮忙时，以防我真的有孕，便提点他，若我有孕，他便一定要瞒下来，桑云再想办法解决掉我的胎儿。但张太医却背叛了他，他受过我娘的恩惠，在那些被桑云一次次拒绝黯然神伤的少年岁月里，他曾想不开跳过河，被我娘救起，教导他男子应以大业为重，不值得为儿女情爱送命。后来桑府灭门，他一直苦苦寻找的不是桑云，而是我娘的下落。如今意外进宫成了太医，他发现我和桑云竟双双成了妃嫔。桑云想利用他少时对自己的好感来设局，张太医表面上应了，实际上却向桑云瞒住了我是真的有孕的事实。和我会面后，我告诉他我娘为救桑云而死，如今桑云却真的爱上了萧觉，不肯为桑府上下复仇后，张太医说他愿意助我。桑云又一次败在了自己设下的局中，但此局还没有结束。萧觉从桑云宫中出来时大发雷霆，他本念着情分想去安慰要去冷宫的桑云几句，桑云又闹起了脾气，两人推闹间，萧觉在他床上摸到了一个扎满银针的巫蛊娃娃，娃娃上写着的名字正是他萧觉。萧觉自然是知道他与桑府的血海深仇的，可他能接受他不爱他，甚至恨他，
却无法忍受桑云用这般下三滥的阴狠做法。他不敢相信这是他欣赏过、爱过的女人。桑云自然是死不承认那是自己的，但谁会信呢？萧觉是彻底寒了心，不再管皇后让桑云进冷宫的事了。永安宫上下都得了我的赏。人啊，攻击别人的时候，也是自己防御最弱的时候。桑云闹着一群人轰轰烈烈来我宫中抓奸夫，最后一场空。但他怎么不去想想，既然奸夫为假，我宫中那些不见人影的下人们都去何处了？一些被我安排着去探查桑云宫中的情况，一些招呼着把桑云宫中剩余的下人吸引到别处，一些把在外头做完活要回桑云宫中的下人堵住，最后再有一个我的心腹溜进了他的卧房，将那巫蛊娃娃藏进了他的枕下。那时桑云在做什么呢？恐怕还在我宫中对天发誓，自以为胜券在握呢。桑云是萧觉当年灭掉的桑府孤女一事，本来是萧觉对宫中众人瞒下的秘密，否则罪臣之女还与皇帝有血海深仇，一众大臣是不可能允许她入了后宫还成了贵妃的。如今因为巫蛊娃娃事件的闹大，不少人起了疑心，好好一个贵妃，为何要诅咒帝王？于是他们终于顺藤摸瓜摸出了桑云的身世。只是多数人都以为我只是桑云进宫之后的丫鬟，议论声没有落到我头上。但我也知道这是暂时的，只要有心之人查下去，就会发现我也是桑府的人。我主动找到皇后坦白了这件事，并且告诉皇后，桑云一直想为桑府复仇，杀了陛下，是我一直在劝阻他。皇后感慨了一阵，摸着我的手让我放宽心，莫要多想。我却没有错过他那一瞬微妙的眼神。我知道我和他的最终目的截然不同，他需要帝王的平安，而我作为桑云的丫鬟，或许对萧觉没有多深的灭门仇恨，但我肚中的孩子绝不能成为未来的储君之选。我在佛堂跪了7个晚上，为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赎罪。第8日，我找张太医讨了一副滑胎药。那日冷宫本该换班的看守因闹肚子晚去了一些，桑云趁机跑出来想去求见萧觉，却撞上了正巧在附近小径散步的我。他不管不顾地冲上来，双眼通红地咆哮着：是你陷害的我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，邪心。我不明白我到底哪里对你不好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我淡然地笑笑，从那天你让我交给萧觉信件，却没告诉我那是一封遗书开始，这一切就变了吧。我那时不过想看下他的真心，你为何心胸狭隘到这地步？难道萧觉还会杀了你不成？会啊。说到底，桑云没有把我当成人对待，只是当做他的附属工具罢了。可是作为他的丫鬟，我愿意为他死，却不愿意那般可笑的死去。现在我越是这副波澜不惊的样子，桑云越是恼怒，恨我二人之间如今的地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逼近了，指着我的鼻子越骂越难听，我做出惊恐的表情，连连后退，然后脚一滑，摔倒在地，鲜血从我的双腿间不断流出。桑云眼中有几分错愕，但更多的竟然是幸灾乐祸的快意。直到我的丫鬟小翠喊出声：救命啊！冷宫的桑娘娘杀人了！很快有侍卫赶来，我被送去最近的宫中医治。良久，太医遗憾地摇了摇头。前来探望的皇后握住我的手：叶嫔，本宫一定会为你讨个说法的。我垂下眼帘，点点头。之后萧觉也急急地赶了过来，听到我胎儿已经不保的消息后，他看向地上面无表情跪着的桑云，瞬间拔出佩剑，就像他当初为了桑云一剑刺死我一样。这次这把剑也终于落到了桑云身上，只是即将刺入胸口时，萧觉闭了闭眼，手一偏，只割掉了桑云大片发丝，沉声道：桑云，你已经变得不像过去的你了，从今往后我二人就此恩断义绝。我在心中暗自有些遗憾，萧觉对桑云到底还是有几分真情的，没能像当初对我一样，直接就下手刺入不说，还要再踹一脚。但这副局面也算是接近成功了，毕竟这恩断义绝之言，对于恋爱脑桑云来说，比要了他性命更让他痛苦。桑云瘫倒在地，泪水流了满脸，随即恨恨地望了我一眼，对萧觉道：萧觉，你竟然听信这女人的话！
你知不知道，当初他一直撺掇我杀了你，是我无论如何都下不去手，因为我爱你。如果这话放在巫蛊娃娃事件之前，萧觉或许会感动得无以复加，但如今他已经对桑云失望透顶，并且他不可能没听皇后转述过，是桑云一直想杀他，我才是阻拦的那个人。两件矛盾的事，人总会更信自己先知道的那个，觉得后一个为谎言。所以萧觉只是不耐烦地别过头，派人将痛哭流涕的桑云拖了下去。这一次桑云是彻底被厌弃了。不同于先前进冷宫时，那些太监丫鬟还对桑云的处境抱有幻想，以为萧觉迟早要将他接出去，并没有真的为难他。他在冷宫的处境比其他身处这里的弃妃好得太多。如今他这才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冷宫待遇。而人心的险恶还不仅如此，先前那些冷宫的弃妃早就看他好吃好喝，在冷宫里不爽了，都是宫中勾心斗角出来的人，如何会不知道那些搓磨的手段？桑云的苦日子这才算开始。自身体好些后，我便在宫中供了一个长生牌位，人人都以为我是给那位出世的孩子供的。萧觉心中过意不去，赏了我好些珍宝首饰。皇后虽然察觉出我是故意滑胎陷害桑云的，但却以为我的出发点是向她表忠心，于是更加信赖我。在她的极力提携下，我被萧觉进了妃位。其实我供的只是上一世的我。我提醒自己，如今的日子虽然悠闲，但我远不能沉迷其中。桑云和萧觉这二人，我都不会放过，为了娘，也为了死去的自己。一段时日过去，小翠告诉我，萧觉对桑云似乎还是有情。原来桑云把自己仅剩的首饰都拿出来疏通侍卫给萧觉传信，说他患了病，现在可怜得很。我心中冷笑，桑云从前自诩清高，说不屑参与后宫之争，结果闹过出宫，闹过自杀，现在终于开始称病装可怜了。我问小翠，陛下是什么态度？陛下当时没说什么，只派人送了些棉被过去，但我听张公公说，陛下神情似乎有些感伤，或许桑云真的还有能出来的那一天。那我是绝不会让他有这个机会的。既然他说自己生病了，那我就让他如愿以偿吧。第二日，桑云的膳食里头便多了些东西，让他全身起了红点。原本萧觉确实去见他了，结果被他的样子吓了一大跳。他身旁张公公适时插了句，不会传染给陛下吧？萧觉面色一变，迅速离开了。这满身满脸的红点本不是什么大病，但桑云被萧觉那避之不及的态度伤透了心。夜里，他听到两个弃妃在夸张地议论他得了瘟疫，心态已经彻底崩了的桑云拿着剪刀冲了过去，把那两个弃妃一刀一刀地刺死了。冷宫发生了这样的血案，桑云被关进了天牢里，等待秋日问斩。听说人被抓起来的时候已经疯了，不停念叨着，萧觉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不会后悔？看到曾经的爱人如今已经面无全非，萧觉到底有些惆怅，一杯毒酒赏了他一个痛快。过了几日，或许是为了转换下心情，他一个人去了山上打猎。我朝自己的长生牌位拜了一拜，时机到了。还是那座那一切起源的山崖之上，看到我小跑过来，萧觉微微一惊。我笑着把带来的酒囊送上，听闻陛下什么都没带，就这样出来了。天气冷，妾身想着送点酒过来给陛下暖暖身子。萧觉目露柔情，下了马，接过了酒。我陪在他身边走着，陛下可还记得，当初妾身就是在这山崖上和您搭上了话。是啊，萧觉笑道，你那时摔倒在朕怀里，朕这才发现你这丫头长得还挺可人的。其实我是故意摔倒的，为了勾引您。萧觉听罢，哈哈大笑，勾引朕？你什么时候对朕起了男女心思？倒不是为着那个原因，您先喝点酒暖暖身子吧，我待会再告诉您。萧觉点点头。我亲眼看着他将那酒饮下，他感叹道，哎，那时我对云儿她，以为找到了自己毕生挚爱，没想到短短数年就发生了这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幸好我身边还有你，还有皇后。萧觉苦笑着又饮下了一口酒，心儿，你也喝点。他正要将酒递给我，忽然踉跄了几步，按了按头，怎么头有些晕吗？陛下。
我柔声问。是，你来替我按按。我坐下来，让萧觉躺在我的腿间，一点点帮他按揉经血。然后眼见他越来越没了力道，我抽出了他的佩剑。萧觉瞪大了眼睛，呆呆看着我，但此刻他已经完全动不了了。你，酒里有毒，你。陛下莫慌，这不是毒酒，只是一点麻痹身子的药，大约半个时辰就能恢复了，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。我笑道。因为手生，我在他身上刺了好几下，才终于对准了当初和我被刺那一剑差不多的位置，一寸一寸用力插了进去。血已经浸透了萧觉的衣衫，但这还不够呢。我试图学着他当初对我那样，用脚把他踹下山崖，却发现自己力气还是太小，没办法，只好把他一点点从山崖上推了下去。在他掉下悬崖的前一秒，我笑道：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了，当时勾引你就是为了这一天。萧觉就像看着阎王爷一样，惊恐又绝望地看着我。我微微一笑，彻底把他推了下去。小翠已经拿着我们收拾的金银细软在山下接应了。主子，消息已经传回去了，您和陛下双双跌落山崖，我跟着殉主了。小翠，谢谢你愿意帮我做这种事，我真心实意道。小翠摇摇头，当年我们同为宫女的时候，您就一直待我好。被晋为妃嫔后，也把我接到了你宫中，可以说是您给了我第二条命。以后我还是您的丫鬟，您去哪里，我就跟去哪里。我看着他，仿佛看到了从前对着桑云忠贞不二的自己。我揉了揉他的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小翠，不是这样的，没有人天生就是丫鬟，没有人天生就该伺候别人。现在我们已经出了宫，我不再是娘娘，你也不再是宫女，我们是平等的人。主子，您是想抛下我吗？小翠一脸哀求地看向我。我摇了摇头，我是希望你有自己的人生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的命终于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，你也是，你要过上自己的生活。自己的生活？小翠喃喃道，似乎懂了些什么。我抱了抱她，将身上的银钱分了她一半，然后与她挥手告了别。天高海阔，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